谈浪漫，点滴都感受温暖。谈温暖，随倔强心也变柔软。心填满，对不起，每一天小小的陪伴。与你相关，不错过就从不遗憾。习惯你的习惯，从早餐到晚餐，尽所有时间陪伴。喜欢你的喜欢，细节里的敏感，靠近着就会心安。杨队长，干嘛？昨晚的事情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？你想什么呢？小军妈妈都告诉我了，那次任务可能给你留下了沉痛的记忆，没准你的失眠就是打那儿来的，创伤后遗症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。虽然你照顾小军母子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挺感动的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吗？逃避什么？把自己置换成小军父亲的角色，以此来逃避你战友已经牺牲的事实。我知道，面对死亡很难，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，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啊。说的对啊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学会独立生活也是成年人的必修课。赶紧搬走，别让我看见你啊！有套房子了不起啊！你不想看见我，我还不稀罕住呢，小气鬼！卓然，是我，小楚。几点快啊你？几点快啊你？小初，乖啊，给妈妈开门。小初，什么情况？哭了一晚上。你起开！哎，下。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你急死妈妈呀你！急死妈妈呀你啊！怎么了？我回来了。既神秘又忧郁，让我特别好奇，但又想保护他。总之，绝了！我现在一想到他脱离了我的视线范围之内，随时可能被外面那些小妖精给生扑了，我的心就像猫抓住。你说我还能再遇见他吗？再遇见了又能怎么样？时间过去了，心境也过去了。夏初，今天说好了是你陪我出来散心的，你怎么比我还丧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卓然回来了。卓然，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高中小同桌。我高中同桌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。他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没问问他，当初为什么消失啊？
我跑了。你跑什么呀？做错事的人又不是你。好，不想了，不想了啊！不就是个男人吗？忘了。来，走一个。好久不见，二位美女。喝一个。谁要跟你喝一个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有病吧你！米谷，你走吧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，二位美女。哎呀，我谁呀？大哥，喝大了，误会。酒量不好就少喝点呗。不好意思，各位。哎，各位，别动手啊，别动手。这两位先生喝醉了，骚扰我朋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愣着干嘛？带走。来，去。抱歉啊，慢用。小初，你没事吧？他就是卓然。他就是卓然。原来渣男长这样，还挺帅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又跑掉了。对呀，又跑掉了。就像你说的，明明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，我不能跟他说话，连质问他都不能。即使他的样子和以前都没有怎么变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了。这是我的问题吗？您在问我？米谷，我朋友呢？只有你上车啊。对不起，米谷，我刚刚才发现我把你落下了。开回去找你，你已经走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回家了吗？你千万别生我的气啊！今晚出了太多状况，我真的脑子里已经一片浆糊了。原谅我，米谷。小傻瓜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是我名片，下出以后再去那种地方，记得打给我。米谷小姐，你认识我？你拿错了行李箱，那个才是你的。我们没有见过，没见过。
小姐。丫头，刚才怎么不接视频啊？在加班啊？没有，今天不用加班。家里网络坏了，不想浪费流量。吃饭了吗？吃啦。吃的什么呀？吃了我自己做的糖醋小排，炒了个素菜，还有1碗小米粥加半个馒头。不错呀，给自己弄得挺丰盛的。那当然啦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这道理不用您说我都知道。对的，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啊！你在外面，妈妈什么也不求，就求你1日3餐吃好了，把自己照顾好了，听见没？嗯。丫头，你在那个梁木泽那儿住的怎么样啊？还搬家吗？搬。那你什么时候搬？你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你要是没时间啊，妈妈可以过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就离我们医院特别的近，而且环境什么的都特别好，装修我也很喜欢，关键是房东人不在国内，他对国内的行情特别不了解，价格比市场价低了1/3还多呢，特别划算，性价比特别高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太好了，那妈妈跟那个木敏阿姨说一声啊。不是，你先别。妈，儿子，在干嘛呢？准备睡了。睡了？那是一个人睡呢，还是2个人睡呢？妈，我在部队呢。我知道你在部队。怎么样？你们俩现在进展如何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呀？怎么个好法？就我们在家呀，他做饭，我洗碗，然后一起出去兜风。我们2个互相了解彼此的工作，这算是好。一有机会就在一起谈心。1周之内从我家搬出去，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这么好啊？对，可好了。那他妈妈怎么跟我说？他在外面找好了房子，准备搬出去自己住呢。是吗？什么事嘛？哎，你少给我装萌卖傻的啊！没跟我说呀，怎么回事这是？你是不是跟小姑娘说你有儿子了？你有吗？啊，梁木泽，我看你是有毛病吧你？我没，我喂妈，我信号不好，喂。梁木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让夏初走，我立马再给你找个新房客。我直接把声音太杂了，我听不见，听不见。你等着瞧，信号真的差。我就不信，我还治不了你。喂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妈，梁木泽，妈。臭小子。喂，是我，房子已经在找了。不是房子的事，是小军的事儿。你都知道了？失败的原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，我也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或许临床就是这样吧。即使做到了99%的准备，也依然会有1%的意外可能。我们正在制定2次手术方案，需要一些时间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是要说，其实
每次把病人推上手术台的时候，最想他平安无事下来的，就是我们医生。我们对不起，你还有别的要问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800米障碍，跑到2/3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行了。8000米奔袭，跑到最后1公里，屁股受伤了，我扛起了他。我知道他很痛，他也知道我很累，但是我扛起他奔向终点的理由，仅仅是因为他想在场上，我就得扛他。你想说什么，梁木泽？小俊才8岁，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战场，我也知道现在医生才是无可替代的，所以我请你无论如何一定不要放弃小俊，好吗？明白了，我会转告张医生的。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睡我那1/2的榻榻米。吃早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你别管我，你忙你的吧。冰箱里有吃的喝的自己拿啊。好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最近准备手术的事儿忙得要死吗？手术失败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可能往往就是这样吧。医生花了最多感情和心力的病人，不一定会有那么好的结果。越来越发现，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。我觉着，是不是你房子风水有问题啊？啊，找人看过没有？要不然你直接搬出来得了。我也想搬呀，可是外面的房子更恐怖。来我们小区啊，我们小区有一个户型跟我一样的，就在我们楼上。也有落地窗吗？有啊。那个，这是你那天走了之后他给我的，为的就是得到你的消息。我原来想扔了得了，后来一想，他可能也没什么恶意，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扔了吧。